日华文，欢迎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卢琛。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周末表示，将会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政绩考核办法。20号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周末表示，自去年以来，统计局配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推出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将在年底前公布。在此基础上，还将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政绩考核办法。我们要按照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建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统计指标体系。同样出席年会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则谈到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他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幅已经出现大幅下降，总体金融风险可控，因此要坚持积极稳妥的去杠杆、稳杠杆，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要坚定地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把这个国有企业建杠杆作为重中之重，这个标本兼治这个解决地方政府的这个隐形负债问题那么我们要坚决地治理金融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的金融活动加强呢对薄弱环节的监管制度的建设。易纲还表示，要加强统一监管，对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要按照统一规则进行监管，同时要继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工作。凤凰卫视倪小文、杨晨北京报道。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今天上午在珠海完成了首次试验的试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贺电，向参加 AG600项目全体参试单位和个人表示了祝贺和慰问。AG600是目前全球在研的最大水陆两栖飞机，与 C919和运20一起被称之为中国大飞机三剑客。上午9点39分 ，AG600在金湾机场腾空，顺利起飞。之后在规定区域内平稳飞行了64分钟，完成了飞机各系统和基本操作特性的初步检查、模拟着陆等预定试飞科目。期间还有一架飞机伴飞，拍摄 AG600的全程试飞画面。10点43分 ，AG600 安全返航着陆，迎来在场观众挥舞着国旗欢呼。非常稳，非常稳，非常稳。AG600是中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需要，首次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它的总体技术水平和性能都达到当前国际同类飞机的先进水平，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AG600 具有载重量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特点。此外，还可以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水面应急救援，速度是救捞船舶的10倍以上，而且一次可以救护50名遇险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近日，解放军海军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域集中进行了导弹、舰炮、航海、通信等10多个专业竞赛性考核，各专业都采用了梯次淘汰赛制，重点突出实战化内容。此次考核内容涵盖了海军5大兵种10余个专业，近30多个科目，3大舰队、陆战队和相关院校、训练机构上百艘舰艇、数十架飞机、万余名官兵参加。考核中，各专业普遍采用梯次淘汰赛制，从部门班排1级开始实施分级递进选拔，不断加强群众性比武练兵氛围，重点突出了实战化的内容。声纳专业是今年新增的竞赛项目，考核组构设了水下多目标、复杂的战场态势，按兵种分组进行听音判刑、谱图分析和综合识别考核。此次考核按战场规则构设了复杂态势，在情况构想、条件设置和组织协调方面多设险局、变局，把部队训练逼入了实战。通过我们的考核，培养了一批尖子，形成了一批好用顶用的方案预案，提高了整体能力。那么从部队的反应来看，这次考核呢压力很大，但收获也很大，确实通过考核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今晚是平安夜，香港各区呢都有非常浓郁的圣诞气氛，尤其在尖沙咀啊，很多的游客和市民都在聚集。尖沙咀的情况马上为您连线，我们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张琼芳。好，琼芳带给我们在尖沙咀现场目前的气氛啊，以及包括人流啊、安保等等安排。是卢琛你好，圣诞节快乐哦！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尖沙咀的文化中心的广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随着这个天色渐渐暗下来哦，现场的人潮真的是聚集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发现呢，香港市民真的是把握了圣诞的4天连续假期。那么当然呢，在现场啊，除了有很多的香港市民之外呢，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通通呢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都聚集在尖沙咀的文化中心的广场。那么当然呢，其实在今天呢，包括了整个尖东地区还有尖沙咀地区呢，都可以看到很多大型的圣诞灯饰之外，其实呢，他们现在聚集到尖沙咀的文化中心广场，还为了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可以远眺维多利亚港对岸的中环大厦。其实呢，目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远远看过去呢，这个对面的中环每一栋的高楼大厦的外墙在今年的圣诞节真的也可以说是精心的布置了，在每一栋的外墙外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美丽，而且呢是光彩夺目的圣诞灯饰。所以现在呢，虽然是晚间的7点多的时间，还没有到8点钟的灯光秀，已经有好多的民众呢都聚集到这边来，先抢个位置要来赶快来拍照了。不过呢，说到因为现在人潮聚集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香港警方出动了大批的警力，都在现场待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今天因为人潮很多，还有在今天晚上的平安夜呢是有倒数的活动的，所以目前呢在周遭的道路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包括呢今天在尖沙咀一带，还有在这个对面的中环，还有铜锣湾等等，其实从下午呢就陆陆续续开始有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有另行做道路的封路的安排。那么因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今天要出来过圣诞佳节的话，最好还是要搭巴士、搭地铁是比较方便的。还有在今天晚上，因圣诞节的关系，所以呢，今天晚间包括了港铁全线几乎是全线都有做通宵的行驶，以及另一方面呢，今天往返中环跟尖沙咀的渡轮，今天也是会延长时间来行驶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再把时间交还给卢琛。好，谢谢张琼芳来自维港两岸的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正在审议的是广深港高铁香港站一地两检的安排。正在休假当中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上也上载了她从广州乘坐高鐵到桂林的影片。由於今日仍然未有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咁所以剛才咧係要經過落馬洲皇崗口岸，然後過咗口岸之後咧再坐車到深圳北站。咁如果第日有咗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再加上一地兩檢咧，大家喺西九龍總站上高鐵車之後，就可以直達深圳北站，喺呢度轉車桂林或者其他城市。我更加希望咧，我哋能夠協總商量，由西九龍總站可以有一啲車次係直達桂林，咁大家咧甚至係需要轉車啦。林郑月娥发放她和2个儿子乘坐高铁的片段，她也强调，乘坐高铁从深圳北到桂林其实只需要3个小时，希望将来能够争取从香港直达桂林的高铁班次。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特区政府将于下周3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之后全面交代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另外，他表示是时候就产假展开全面检讨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正在审议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香港政务司司長張建宗表示，下個星期3表決之後，特區政府會作出交代。因為而家整件事咧仲係審議未做完嘅，咁就禮拜3咧就會正式嗰個表決。咁之後咧，李飛主任都琴日喺北京都講得好清楚，會出嚟有個記者會交代。咁特區政府亦都會全面作出個交代。咁到時同大家等一等。另外，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網誌表示，特區政府會展開改善產假的研究工作，希望至少能夠與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14週產假看齊。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願意做出承擔。
政府嘅睇法就係應該我哋係時候要做個全面檢討，亦都正如局長講咧，我哋都係政府都係願意有需要作出嘅承擔，但係承擔嘅程度實際上用咩性質咧？我哋仍然有開放態度嘅。张建宗有信心，男性时产假可于2018年从目前的3天增加到5天。凤凰卫视梁华现场报道。在台湾反对蔡英文政府劳动基准法修法，劳工团体昨天也一直在上街游行。活动结束之后，部分抗议人士持续抗争，采取了游击的方式瘫痪多处交通要道和台北车站。今天凌晨，警方强行驱离，遭到团体控告说执法过当。推我干什么？推警察干什么？原本的反蔡英文政府修劳基法游行活动已经宣布解散，但部分劳工团体人士持续抗争。抗议人士分成多组行动，让警方疲于奔命。接近凌晨时分，警方出动近2000人开始清场行动，双方爆发又一波严重推挤冲突。抗议民众被陆续带上警备车，结束这场持续近14个小时的抗争行动。堵住交通了的，那个陈抗是国民的权利呢，但是还是要依法行政呢。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活动已经失控，必须介入，但劳团人士控诉警方主动攻击，执法过当。为什么他们需要用这样的暴力的方式，甚至让几位女性伙伴就是上衣被扒光，然后压倒在地上这样的状况？劳工团体不满蔡政府没有善意回应，预计1月5号立法院再次审议相关法案时，再度集结上街。凤凰卫视林清明、杨文上台北报道。随着中泰铁路第1期工程落实动工，泰国商界期待能够与中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泰国华裔富商邱威公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泰国是中国“一带一路”发展当中的桥头堡，两国应该结合资源，利用泰国作为货运出海口，实现互利共赢。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邱威公23号在曼谷接受专访时表示，目前泰国正积极发展东部经济走廊，发展现代化工业，并且扩展东部的国际机场以及港口等基础设施。未来中泰铁路将利用泰国东部暹罗湾作为货运出海口，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部署，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头一步要到暹罗湾来，利用暹罗湾出海，接下来第2步要到缅甸去啊，这个地方就到印度洋。目前中泰铁路只有第1期曼谷至科勒路段开始动工，而科勒至老挝边境的第2期工程仍然有待中泰两国进行商讨，而且泰国政府还需要呈交内阁审议。邱威公就表示，基于高铁对泰国发展的重要性，他对第2期能够如期动工充满信心。邱威公又表示，过去几年稳定的政治局势使得泰国的经济能够稳步发展，他也期待中国能够加强与泰国以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合作。凤凰卫视张金燕、林芷蓉在曼谷报道。好，这节华文就到这，感谢您收看，更多信息可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再会。